各位在学到同步发电机的章节时，很常看到一个参数叫做负载角。这支影片要专注来跟各位说明什么是负载角。负载角的文字说明就是当我们加上负载之后，会导致发电机的应电势跟输出的端电压两个产生相位差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负载角。如果在向量图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得到，现在箭头所指的部分就是负载角，而负载角的发音叫做 delta， 在外文书上面比较常看到的名称叫做转距角。那这个角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从空间来观察它吧。我们先一步步的来分解，中间就是旋转磁场，是由原动机所带动的，而旋转磁场切割外面的线圈的时候，它就会发出一个应电势 EP， 而发出的应电势如果是空载的状况之下，它会跟旋转磁场是同向的，但是问题就出在接上负载之后了。当我们接上负载之后呢，它会输出电流，而电流在线圈当中又会形成磁场。这种电生磁、磁生电的现象很常见，各位要习惯。在线圈上面所产生的磁场是因为负载电流而产生的，如果再加上电疏反应的干扰，最后就会形成定子的静磁场，也就是总旋转磁场。我们会以这个基础来跟各位做分析。那电疏反应影响在哪里呢？就是箭头所指的地方。我们所讲的同步电抗，其实早期在跟各位描述的时候，就有提到电疏反应电感抗，只不过我们后来用久了，都自然而然把它给忽略掉了。事实上，它是有电疏反应的要素在里面的。那既然是磁铁，我们就会注意到底是谁在拉谁。如果说现在是在发电机的时候，因为主动端是中间的旋转磁场，所以中间的旋转磁场是主动拉的，而外部的静磁场是被拉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功率是从中间的旋转磁场供应给外部被拉的静磁场。刚才的图形一直在做旋转，我们很难去观察它们之间的差异，所以我们把时间冻结起来，慢慢来跟各位做说明。首先第一个，在没有负载的时候呢，转子磁场跟静磁场它们的相位角是一样的。而现在呢，我们加上最常见的电感性负载，中间所画的线是转子磁场，我们都会以它作为基准点。而外面的静磁场因为电感性的负载，所以它会落后。我以这个方法来表达。如果说我又再画上一条线来表示它的终点的时候，这两个磁场中间的夹角，因为这个角度呢是由负载所造成的，所以我们会把它称为是负载角。如果说负载呢再更加大的时候，它的角度就会偏得更后面，那它的负载角就会变得再更大。这两张图就可以告诉各位，负载角呢是随着负载的属性以及负载的大小来做变化的。负载越大，它们两个之间的角度差就会越大。我们使用磁铁的相吸跟相斥来观察它。以目前的状况来讲，外面的静磁场大部分的 N 极都跟中间的转子磁场是对在一起的，所以呢，中间的转子磁场还有办法去吸引外面的静磁场。通常发电机的满载工作状况，负载角都是在20到30度左右。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做过一连串的推导之后，可以得到 P 等于 Vp EP 除以 XS sin delta 这个公式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。它告诉各位，同步发电机所输出的时功率是跟负载角成 sin 的关系。那既然是 sin 的话，我们就会知道90度是它的上限，也就是它们现在所呈现的样子。那如果说负载角超过90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失步。这个时候转子呢，它会超速，它会脱离同步磁场。这个是转子磁场的中线。而现在我可以让静磁场的角度超过90度，它所画出来的中线就是这个样子。静磁场已经很明显的超过90度了。我们以这个方式来跟各位做说明。
我们还是使用磁铁相吸跟相斥的方法来观察。以现在所框起来的部分，中间的转子磁场跟外面的静磁场，是不是 S 极相对的地方比较多呢？那以磁极的相吸跟相斥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它们大部分都是呈现相斥的状态，根本无法相吸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转子反而会被推开，而不是被拉住。这个就是所谓的湿布，其实我们无法客观的去描述转子到底会怎么转了。我使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跟各位做说明。我把静磁场设定为一个不会动的棍子，而磁场转子设定是一个会动的棍子。平常磁场转子就是使用这种方式，透过电子转距再拉着静磁场，也就是利用这个方法去供应能量给负载。如果现在负载角太大的时候呢，它会拉不住转子，它就会脱离同步磁场了。那么我们回到向量图上面来看，目前所看到的样子是正常工作时候的样子，负载角大概保持20度到30度，发电机所发作的阴电势会拉着外部的端电压，这个是正常工作的状态。如果说它们两个呢是叠在一起的，也就代表说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接上负载， delta 角是0度，现在它是没有办法供应时功的，因为根本就没有负载，所以也不需要供应。而现在跟各位表达失去同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。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向量图，我们就简化，就单纯只看 EP 就可以了。现在的状况，如果负载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这个是上限的。在超出去的时候，它就是失去同步。以左边的图来看，就会是发电机，它会越跑越快，完全离开同步转速所看得到的范围。连车尾灯都看不，为什么？这边来跟各位做一个小结，负载角是由负载所引起的，负载的属性跟它的大小都会影响到负载角。今天来跟各位用一个比较具体的方式说明什么是负载角。